眼眶的造型内高外低，正面看不到颧弓，但是呢能够看到颧弓微微的往外凸出来一点。这里呢是它的颧骨底，颧骨底呢上节课我们讲过了，它和鼻前脊大概在一个水平位，基本上呢鼻前脊在这儿，也在鼻底正好在这儿，然后它的颧骨底呢也正好在这儿。人的头部呢基本上是由头骨决定了这个造型的。在它颧骨的这个位置，大概就是它骨骼的宽度，因为这个位置呢，基本上骨骼就是贴着皮肤的。然后再往上，找到它颅骨的这个宽度及大概的高度，这都可以调的。但这个形呢，一定会在人体的里边啊，在这个人物头像的里边，它不会跑出去。那么通过外形去观察，判断它大概这里是下颌转角。我们先概括一下。可以呢，先做一个中线，然后眉弓中间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向下的朝向的一个面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造型。然后在这里是眉弓中间和外侧穿插的一个地方，眉弓转角。从眉弓转角上去是颞线，颞线呢也是头部顶面和侧面的分界，也是正面和侧面的分界。这个位置能够看得出来，它在体表呢略微鼓出来一点。那这块呢就是它的额结节。眼眶的造型内高外低，从正面看不到颧弓，但是呢能够看到颧弓微微的往外凸出来一点。这里呢是它的颧骨底，颧骨底呢上节课我们讲过了，它和鼻前脊大概在一个水平位，基本上呢鼻前脊在这儿，也在鼻底正好在这儿，然后它的颧骨底呢也正好在这儿。颧骨大概分一下几个基本的朝向面，然后我们看它鼻梁哪里最鼓，这个位置最鼓，也就是它鼻骨结束的地方。从这个位置下来就是它的梨状孔，然后这个部分大概是嘴骨，然后从前面看下颌竖着的这条边也是微微的往里边凹的。那我们把这个线趋势调整一下，然后从前面看下颌前面的这个位置呢，它是比较窄的。然后牙齿上排牙和下排牙呢交界的地方不在口缝的地方，或者呢牙齿不用画也可以，大概找一下这个界限就可以了。然后把犬突、犬齿这里呢交代一下，下颌结节、颌拢突，然后再调整一下头骨的顶点以及两侧的顶结节。如果刚开始呢这个分析不太好，可以参照着图片，参照着头骨的结构图来画。那么我们在上一章呢讲过锁骨，那顺道也把这个锁骨呢画一下，两个锁骨连接到胸骨上。颈椎骨，我们把颈椎骨呢概括一下，概括成一个柱体就可以了。